上期视频我们分析过，同盟军围攻老街，在拿下四面佛之后，还有3个重要战略据点需要拔除，一个是西侧大水塘，一个是北侧南天门，还有米线沟的军分区，尤其是果敢制高点南天门，海拔2199米，缅军经营多年，有多个要塞易守难攻，大水塘也接连攻打了2周还没拿下，因此上期视频本人综合判断，12月20号之前是留给老街居民和中国籍人员撤离的时间，滞留人员务必抓住这个时间窗口。与此同时，同盟军方面和果敢自治区方面也分别喊话中国籍人员尽快撤离。当然，同盟军这次首要目的还是要收复果敢，铲除以4大家族为代表的电诈集团。这2天各种消息漫天飞，一会儿说刘阿宝投降了，一会儿说白所成逃跑了，还传出了白家子女坐直升机逃跑被炸身亡的照片，但很有可能都是假消息，尤其是白家子女被炸身亡的照片，如果真的被炸，不可能这么完整，甚至脸上都看不到伤痕。放假消息的有可能是同盟军方面，也有可能是白所成方面玩金蝉脱壳，趁这段老百姓撤离的时间让几个子女蒙混过关。还有朋友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哪有时间造谣？那你就太低估这些黑恶势力了，他们的诈骗产业不止在果敢老街，还遍布缅甸各邦，甚至连泰国、柬埔寨都有分布。这些诈骗园区平时除了干电诈，还充当网络水军，放假消息引导舆论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台湾的1450就和他们有直接联系。当然，本期的重点还是揭秘果敢老街的电诈天花板白鹤公馆。本人之前也对老街的电诈园区做过一个简单排名，还被电诈大佬刘阿宝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实名投诉了。原本申诉之后10天结果已经明了，但还是出现了一点小意外，所以觉得还是有必要再次站出来揭露这些诈骗集团的罪行。白鹤公馆是果敢自治区主席白所成名下的产业，白家的产业主要包括百盛集团、苍盛科技园、格盛公司和新百利公司，分别由白所成的几个子女掌管。老大白应能掌控百盛集团，主要搞赌博和色情。老街有一家赌场，就明目张胆地写着百盛赌场。而老二白英仓身兼果敢财政局副局长和民兵大队大队长，同时还担任苍盛科技园区的董事长，名义上是搞科技，但其实就是电诈园区。臭名昭著的电诈公司凯利国际和白鹤公馆就在这里。之前1020事件中，明学昌迫于中方反诈压力，想把卧虎山庄的人员转移出去，而转移的目的地就是白鹤公馆。其中白鹤公馆红楼王者集团是缅北果敢老街4大龙头企业之一，这个公司的背后保护伞就是白家，在果敢老街可以说只手遮天。之前白魏2家为了抢夺电诈技术人员还发生过枪战。王者集团内部拥有30多个诈骗盘口，面向全球市场进行诈骗。除了我们常听到的冒充公检法、情感杀猪盘，还开发股票、期货、外汇等假软件，直接炒作市场。不但懂诈骗，还懂技术。每个盘口平均每个季度最低盈利1亿小目标，这个业绩还仅仅是在最差的时候。园区内的中国人想要逃跑难如登天。园区里面拥有持枪保安就有40多人，全部都是缅甸武装人员看守。一旦进入诈骗园区，你想要再走出园区，那按照果敢老街3倍赔付特色，至少需要赔付40-50万人民币。在园区里每天把人都打得鬼哭狼嚎，每个电诈人员每天必须加到3个客户，如果你加不到，那就证明你没有能力或者偷懒，打手们就拿香蕉棍当着所有人的面体罚1-2个小时，或者直接铐住双手用电棍电击。王者集团不但会针对不同的受害者量身定制诈骗方案，还会每天给诈骗人员洗脑培训，让诈骗人员心甘情愿地成为帮凶。公司实行淘汰制，一天工作18个小时是常态，很多人身体承受不住直接晕倒，让医生进行抢救后，第2天还得接着上班，或者被转卖到缅甸其他诈骗园区。实在没人要的，通过军方关系拉到公海的医疗船处理掉。王者集团经常买卖人口，内部有30多个盘口，光电诈老板就有30几个。他们通常会和老街警察局或者人口贩子合作，诱骗抓捕中国人来贩卖，一次性可以购买40-50人，然后在隔离点分配给各个盘口老板。被买进去的人一般被称为猪仔。之前有网逃冒险偷渡的，在国内也是左青龙右白虎的社会人，进了园区照样老老实实当狗推搞诈骗。王者集团有10层楼，第1层是食堂，2到4层是办公区，5到9层是宿舍，10层是盘口老板的宿舍，内部的窗户全部加装了铁笼防盗网，员工被禁止下到1楼。1楼有40几个全副武装的保安，这些人也是白银仓民兵大队的一部分，雇佣的都是老缅，根本不会考虑手下留情。对逃跑的中国人，即使被他们枪杀了，也就跟杀了一个牲口没什么区别。诈骗公司在白家的庇护下和老街的缅军也有合作，每天都能看到当地民兵和缅军持枪到公司取钱。平时公司旗下的盘口老板出公司，身后也有民兵负责保护，甚至警车开道。
之前有掏空家底解救回国的人曝光，这个诈骗公司为了保密，只允许电诈人员1个月和家人联系一次，在联系的时候，旁边还有人监视，给家人报平安。他们每天给诈骗人员洗脑，训练成没有良心的狗推，没有工资，只拿诈骗业绩提成。如果每个月诈骗业绩不到3万，还得把吃住的费用赔给电诈老板。诈骗提成按分工不同，在10%到30%。如果你诈骗业绩达到100万以上，才会适当放宽用手机的条件。但你已经同流合污，留下案底，成为在逃人员。所以缅北有句话叫做缅北的钱缅北花，即使你诈骗了上千万，也别想逃出这些诈骗园区。电诈老板会诱导你把赚来的提成寄回国内，而这些来路不明的钱根本到不了家里人手上，在银行就已经直接冻结了。这些狗推还得继续诈骗，帮电诈老板创造所谓的业绩。当然，有些黑钱会变相借到回国。据说之前某鱼 CEO 的事情也和洗黑钱有关。最后说一点题外话，本人在之前一期揭秘刘阿宝犯罪集团的视频里提到，有视频在某音平台被电诈大佬刘阿宝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实名投诉下架，后来经过本人的2次申诉成功了，等了10天，刘阿宝也没有提出异议。原本以为事情到此为止，没想到过了2天，刘阿宝又以侵犯肖像权为由再次投诉。有朋友也许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些犯罪集团在这种时候还来投诉一个不知名的视频博主？其实我们之前分析过，刘阿宝背后是整个电诈犯罪集团，他们的目的就是渗透中国的各大平台，引导舆论，试探中国法律底线。相信被他们投诉的不止一个人，他们钻平台漏洞，利用假身份、假信息投诉，都是他们惯用的伎俩。这些犯罪分子会以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投诉，下架网上曝光他们的内容。个人力量虽然有限，但思考之后，第2天还是选择了再次申诉。也许我的这条视频最终会和之前一些视频一样被迫下架，但之前有网友鼓励说，被搞诈骗嘎腰子的人举报，就说明我做了对的事情。是啊，生而为人，总要做点对的事情。